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狂卷40亿，这一次赵丽颖用自己的真诚捍卫理想。2024年的第一部院线电影，我心怀期待，迫不及待地献给了贾玲。而第二部影片则仍然让我满怀期待，眼含热泪，献给了赵丽颖。或许你会问，为什么是赵丽颖呢？她并非主角，甚至在张艺谋导演的《第20条》中只是扮演一个小角色，一个被强奸折磨的聋哑人。但她的表演力令人惊叹，只需几秒钟，她便能以自己真实的表达，让观众感受到内心的震撼。赵丽颖总是能带来惊喜。尽管《第20条》的票房只有5.64亿，远远落后于春节档票房破40亿的影片，但这并未阻碍赵丽颖的光芒。在电影中，她朴素的着装，毫无粉饰，头发被风吹得凌乱，脸上布满皱纹，眼睛因哭泣而红肿。她痛苦地比划着手语，颈部青筋暴露，表达着内心的激动。即使观众可能无法理解她手语的含义，但他们却能够轻易地感受到她的焦虑、绝望和破碎。这种无声的表演仿佛让人听到了这位可怜母亲对苦难的呐喊。多年来，观众们一直称赞赵丽颖演什么像什么，拍什么火什么，但她的成功并非来之不易。赵丽颖凭借清醒和坚韧，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。赵丽颖出生在河北廊坊一个普通家庭，父亲是派出所民警，母亲是售货员。从小，赵丽颖就有着成为演员的梦想。然而，普通的家境并未能支持她的梦想，甚至在她完成空乘专业学业后，家庭也无法支持她报考空姐。为了生计，赵丽颖只得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，并不断寻找接近梦想的机会。2006年，19岁的她参加了雅虎搜星，最终以冯小刚组的第1名身份正式出道。随后，她参演了由张国立和蒋雯丽主演的《金婚》，在片中饰演叛逆的三女儿多多。当时的赵丽颖对演戏一窍不通，只是简单的模仿了自己与弟弟之间的争吵，没想到却得到了导演的认可，顺利完成了她的首部戏剧作品。这段经历让赵丽颖深爱上了将生活中的真实情感融入表演的方式，为日后她体验派演技的奠基打下了基础。完成了她的首秀后，赵丽颖或许以为自己的演员梦即将实现，然而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，没有背景、外表普通的她，即使背靠华裔，也只是个小小的艺人。与当时的85花们相比，她还显得平凡许多。杨幂因在《神雕侠侣》中的表现备受瞩目，刘亦菲凭借赵灵儿成为众多仙侠迷心目中的白月光，唐嫣被选中参与张艺谋执导的中国8分钟奥运演出，刘诗诗则签约唐人影视，准备迎接事业的高峰。而赵丽颖则在各大剧组间穿梭，扮演一些丫鬟、妹妹，或是男主的情人。带着婴儿般的稚嫩面容和演技，赵丽颖遭受了许多批评。回顾起这段初出茅庐的经历，赵丽颖苦笑着说：“那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但我没有哭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太过脆弱，但我会证明我可以做得更好。”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，面对挑战，永远不能轻易退缩。被称为大饼脸的赵丽颖，并没有因此而气馁，相反，她选择通过减肥消肿，让自己的脸型更加纤细。同样，当有人质疑她的演技时，她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更加勤奋地学习和练习，以提升自己的表演水平。赵丽颖拥有强大的内心，能够消化外界的批评，同时也能够以此激励自己不断成长。2011年，她在《新还珠格格》中饰演晴儿，这个角色展现了她温婉灵动的一面。尤其是在剧中晴儿落泪的场景中，
赵丽颖湿润的眼眸让人心生怜惜。她通过这样的表演，展现出了自己磨练演技的成果，也引起了人们的热议。然而，也有人质疑赵丽颖的脸型是否适合演女主角。对此，赵丽颖并不认同，她认为一个演员的价值不应该被局限在外表上。虽然她不理解，但她选择忽略这些声音，继续专注于拍戏和提升自己的演技。她曾说过：“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”这个机会终于在她苦苦等待的7年后到来了。2013年，赵丽颖首次担任女主角的《陆贞传奇》播出，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，使她一跃成为了当红女演员。次年，她被封为金鹰女神。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赵丽颖，最终在娱乐圈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赵丽颖一路走来，她深知自己唯一的底牌就是自身实力。她清楚地明白，要在演艺事业中长久发展，关键在于她的价值和作品。因此，接下来的10年里，她将重心放在了演戏上，几乎每年都有300多天在片场工作，同事们都称她为拼命三娘。除了拍戏和必要的宣传活动，她几乎不参与其他综艺节目或红毯活动，因此被网友戏称为赵丽颖。这10年来，她不断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，努力寻求突破。她并非盲目行动，而是对市场需求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清晰的判断。比如，在清宫剧大热的时候，她主演了电影《宫锁沉香》。在片中，她不再是往日的温婉清纯形象，而是扮演了一个满腹怨妒、心机深沉的反派角色，她的表现受到了好评。而在仙侠剧大火的时候，她则主演了《花千骨》，利用自己圆脸甜妹的形象，成功塑造了一个可爱又有灵气的角色。此外，当小甜剧大热时，她主演了《杉杉来了》，为剧中的甜宠氛围增添了更多可爱的元素。而当大女主题材成为热点时，她又主演了《楚乔传》，将一个女奴的身份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赵丽颖被认为是拍什么火什么，这不仅是运气的结果，更归功于她对剧本的严谨选择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。相较于角色是否青春美丽、性格完美，赵丽颖更注重角色的内心世界。她塑造的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担当、勇气、睿智和坚定，这与她自身的性格特点相呼应。赵丽颖通过扮演这些角色，不仅让自己得到了成长，还能够反思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遇到的问题。她曾说过，她在角色身上找到了人生难题的答案。对角色境遇的理解和共鸣，成为了她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滋养。她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融入到作品中，塑造角色的灵魂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人性。在一次采访中，赵丽颖分享了她为何总是挑战自己，不断跳出舒适圈的原因。待在舒适圈，我心里会不太舒服。每个角色身上必须有我想要追寻的一些品质，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吸引到我，而我又恰好可以完成它。她从不刻意设限于舒适区，于是从电视剧到电影，从仙侠、古装、现代剧到现实主义题材，统统都成为了她的舒适区。在经历了慢下来、比较快全速奔跑的10年后，赵丽颖收获了难以估量的成长。每一部作品都见证了她某个阶段的人生，与她的境遇融为一体。2018年，赵丽颖遇见了成为她人生转折点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。她在剧中饰演的盛明兰，美貌聪慧、坚强独立，前期因环境所迫藏拙求生，最终成长为守护家族的侯门主母。与以往角色不同，盛明兰云淡风轻地应对一切风波，彰显出当家主母的内敛和圆融。这时，赵丽颖身上除了坚韧率真的一股犟劲外，逐渐显露出了淡然恬静，一种独属于成熟女人的魅力。赵丽颖是一个体验派，她说：“
就是每次打碎重塑的这么一个过程，是让一个角色的灵魂强行进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，我要跟这个角色一起感受他的经历。但是体验派的全情投入也在消耗着赵丽颖本人的精力。拍《宫锁沉香》时，她从马上摔下来，后背凸起一块，至今留有腰伤。拍《楚乔传》时，一些飞天遁的场面全是她亲身上阵，被在沙地中拖行几个小时，吃得满嘴黄沙。拍《知否》时，戏多时间紧，经常熬夜拍戏，导致腰伤复发。长期高强度的输出掏空了身体，赵丽颖终于决定慢下来。慢下来的日子里，赵丽颖开始回归生活，她长久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舒展。她有时间把过去的感悟沉淀下来，放下了积累的焦虑和害怕。就像一个皮球，气打得太满反而弹得不高，还担心随时会炸掉。放掉一些，留点余量，反而能蓄力，触得反弹得更高。赵丽颖的休息也带着沉静的力量，她喜欢在安静的街头散步，感受自在，也喜欢在家门口的养生馆里做艾灸，感受那种温暖。平凡的日子让赵丽颖对内心成长有了新的理解，内心充盈不一定是在忙碌的时候，平凡的生活里也有很多收获。也许是感动于平凡的力量，也许是挑战的步伐未停，赵丽颖开始关注现实主义题材。从幸福到万家中勤劳勇敢、正直坚韧的村姑和幸福，到风吹半夏中披荆斩棘、勇于开拓的女强人许半夏，依然带着赵丽颖的底色，敢想敢干，甚至比赵丽颖更莽、更执着、更有魄力。风吹半夏的导演傅东玉后来谈到拍这部戏的初衷，是被赵丽颖一脚踹上了前线。立项之初，导演很是犹豫，本子很好，难度很大，导演担心自己拍不好。赵丽颖劝他，你不就是害怕拍不好吗？就算拍不好，你也要让自己拍不好，不能让别人拍不好。这话听起来像是从许半夏嘴里说出来的。眼前浮现出初出茅庐、什么资源都没有的许半夏，对着大前辈说，我会很尊重各位前辈的意见，但是这个钢厂必须我说了算的画面。那个参加出道节目时说着演员梦碎了也不要紧，一有机会我会重头再来的小姑娘，已然成为了自己的女王。人生的主动权永远握在我自己的手上。风吹半夏播出后，热度爆表，掀起了一波复古风潮。赵丽颖在各个类型电视剧上的实际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85花。慢下来了，反而比较快。赵丽颖今年涉足了3部电影，第20条则是她在电影界开拓领域的开端。这次首度合作的导演张艺谋对她的表现赞不绝口，我对她的表演非常满意，她突破了自己的天花板。在首映会上，张艺谋讲述了赵丽颖与影片中角色郝秀萍的缘起。最初的剧本设定中，郝秀萍的角色并非如今的设定，只有她的女儿是听障人士。赵丽颖阅读完剧本后，与导演进行了视频通话，探讨角色设定。她在倾听了多位导演的解读后，沉默片刻，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女儿是听障人士，而母亲却不是呢？我认为母亲也可以是。导演听后恍然大悟，过去困扰我的一些想法一下子全都解决了。于是郝秀萍的角色设定得以修改，融入了赵丽颖的理解。这样的角色设定对演员来说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特殊的设定赋予角色更多的苦难和情感色彩，另一方面无声的表演则需要完全依靠表情和肢体语言，增加了角色塑造的难度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听障人士的生活状态，赵丽颖在片前深入到听障人士的生活中，与他们一同学习、生活，观察他们的神态。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，赵丽颖从零开始学习手语，
逐渐能够用手语与他人交流。进入拍摄组后，他会戴上耳塞，保持沉默，在休息时默默地蹲在一旁，沉浸在听障人士的状态中。最初，张艺谋还以为赵丽颖本来就不喜欢说话，直到在片场对戏时，她也不说话，只是比划，导演才发现她一直在进入角色状态中。其他演员对赵丽颖也是赞不绝口。雷佳音开玩笑说，她有一次在片场开口说话，吓了我一跳，然后我才反应过来啊，她会说话啊。马丽则深有同感地谈到了赵丽颖对母亲角色的诠释。她与恶势力抗争时，我感觉到她小小的身躯里有着非常强大的母爱。潘斌龙在观看赵丽颖的表演后，总是忐忑不安地向导演询问：“我的表演刚才还行吗？能与赵丽颖的表演相匹配吗？”赵丽颖的全情投入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角色，揣摩角色的心态。曾与赵丽颖合作过《风吹半夏》的老戏骨刘威曾赞扬她：“赵丽颖这个孩子演戏很有意思，她想不明白就不演，不瞎演。”赵丽颖始终认为，只有自己真正理解了角色，演出来才会更好。她会全身心地沉浸其中，才能呈现出最佳的效果。除了挑战更多新颖的角色，赵丽颖在她的演员事业中还寄托了自己的小小英雄主义。她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，她不希望女性角色仅限于小情小爱，她们也应该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，去追求自己的信念。作为一个演员，赵丽颖通过角色诠释新的视角，表达新的观点，引领新的方向。作为新时代的女性，赵丽颖用自己的真诚捍卫理想，坚持奋斗，传递着正能量。这就是赵丽颖的英雄主义。男人如果有英雄梦，为什么女人就不行呢？最后，赵丽颖曾3次获得白玉兰奖提名，每次都在她人生转折的时刻。从花千骨到盛明兰，再到许半夏，赵丽颖伴随着角色完成了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，也完成了自己从稚嫩到成熟的蜕变。作为一个明星，赵丽颖可能有些木讷笨拙，她不擅长言辞，也不太擅长自我宣传，情商也不是很高，直率坦诚，有时候有些执着。但作为一个演员，赵丽颖却表现得睿智坚韧。远离观众的她保持着一种神秘感，专注于作品。在成为一名优质演员的道路上，她清醒而坚定地前行。这样的赵丽颖，我真的很喜欢，她的认真会感染我，打动我。